歡迎大家回到愛生的頻道。昨天剛剛聊完了王石，今天又要聊許家印。許家印認罪了。2026年4月14號，深圳中院8項罪名，2.4萬億的窟窿。他站在被告席上說了4個字：認罪悔罪。全網都沸騰了，評論區翻來覆去就一個問題：會不會判死刑？我直接告訴您答案吧。判不了。集資詐騙罪的死刑2015年已經廢除了，他這8項罪名裡頭沒有任何一項能夠判死刑。數罪並罰的話，天花板估計就是無期徒刑。許家印他這個人巔峰時期身價去到425億美元，亞洲首富。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細節？從頭到尾他沒有哭，沒有求情，沒有喊冤，面無表情，就像簽了一份合同一樣。為什麼呢？我再問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2.4萬億的窟窿，你覺得被許家印偷走了多少？大多數人的直覺就是全偷了吧？真實的数字呢？許家印家族從恆大拿走的全部收入，分紅、薪酬、各種灰色渠道，滿打滿算，估計也就500多個億。500多個億當然是天文數字，但是跟2.4萬億相比的話，連零頭都不到。那剩下將近2萬4千億到底去了什麼地方？答案可能會讓您大吃一驚，因為大部分進了你以為是受害者的這些機構的口袋，而且有相當一部分從來就不曾存在過。我們要理解這2.4萬個億，就要先把這些數字拆開揉碎了，一項一項看。大家以為恆大欠了銀行2.4萬個億，其實不是的。拆開來看，真正從銀行跟金融機構借的有息負債，就是那些要還本付息的硬的債務，只有6124個億，佔總數多少？25%。換句話來說，恆大每一次從銀行拿1塊錢，他就在社會上額外榨出了另外3塊錢。而這3塊錢怎麼來的呢？是白條加空氣。我們先說說白條。恆大到了他的後期，跟供應商結賬，他不給現金了，他給一張叫做商業承兌匯票的東西，說白了就是恆大自己印的錢。到了2020年底，恆大開出去的商票餘額已經達到了2057個億，比排在他後面16家房企加起來的總額還要多。可以想象一下，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一家房地產公司在整個建築行業裡頭建了他自己的貨幣體系，央行在印人民幣，這個是法定的貨幣，而恆大他印的相當於是恆大幣，區別只有一個，人民幣背後站的是國家意志，由國家信用來兜底，而恆大幣背後有什麼呀？是許家印這一張老臉。那為什麼要自己印錢呢？因為央行把水龍頭給關掉了。2018年資管新規，2019年23號文，2020年3道紅線，國家在系統性的收緊銀行對於房企的貸款。許家印的對策是什麼呀？你可以管得了銀行不給我貸款，但是你管不了企業之間的欠款，所以他利用甲方的這個霸主地位，強勢的把成千上萬家建築商、塗料廠、水泥廠他們的流動資金都變成了是恆大的無息貸款，相當於是在正規的金融體系之外，硬生生造出了一個幾千億規模的影子信用系統。綁架銀行，國家還會出手來相救，但是綁架整條供應鏈呢？那就是相當於把中國最基層的實體經濟捆綁在許家印自己這條戰車上，當作是防彈衣。到了21年5月的時候，恆大商票在2級市場上的這個貼現率已經飆升到了 55%。 什麼意思呢？一張100塊錢的恆大的白條，供應商如果急着想要換成現金的話，他只能夠在市場上出售，拿回45塊錢。爆雷之後呢，這樣一張白條連廢紙都不如，那廢紙它是不會被人追着來起訴的。
而更絕的是在後頭，恆大他不光用白條來拖欠這些貨款，他還反過來逼着供應商掏真金白銀、掏現金來買他的理財產品。你想要接恆大的工程，對不對？那你要先去銀行貸款，然後貸出來的錢60%必須要買恆大財富的理財產品。你不買，那以後你不可能從恆大這邊找到活。而到了2021年初的時候，更加變本加厲，你賬上那些恆大欠你的錢，想要開成白條，行，那你先要投1半以上的現金來購買理財產品。恆大他欠你的錢不急着給你，還要你倒貼錢來買他的債，這個已經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做生意了，是某種程度的勒索跟綁架。那為什麼這些供應商他沒辦法反抗呢？原因很簡單，恆大他這個規模已經大到了，你如果不接他的單，那在這個行業有可能就活不下去了。許家印他是用訂單當誘餌，把整條的供應鏈都變成的是他的人質。第一年他給你現金結賬啊，你覺得這個甲方還不錯。第二年1半的現金，1半的白條，好吧，或許行業現在不太景氣，你咬咬牙也認了。第3年全是白條，還逼着你拿現金買他的理財產品。那這個時候你敢翻臉嗎？你不敢，因為前2年你墊進去了幾千萬，還壓在他手裡頭。一旦翻臉，這些欠款有可能會全都打了水漂。那所以你只能夠咬着牙繼續祈禱恆大這艘船在把你的欠賬結清之前不要沉。所以恆大它早就不再只是一家純粹的房企了，它是整個中國建築建材行業的黑幫老大，是用未來的訂單來綁架你當下的現金流。不要說供應商了，許老闆他狠起來，他連自己的人都往爐子裡面填。恆大內部有一個理財的平台叫做恆大財富，那這個平台的分管領導不是別人，就是許家印的小兒子許騰赫，英文名叫做 Peter， 法定代表人杜亮，他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台前的木偶，真正拍板的是老闆的親兒子。恆大財富年化回報的承諾是 12%， 投300萬還送古馳的手袋。先用糖衣把你哄進來，然後用理財銷售跟員工的 KPI 綁死掉。你不買的話要扣除你的績效，你如果沒辦法完成這些理財的目標，每一天要罰500，沒錢你要去銀行貸款來買。2021年9月暴雷前夕，6名知道內情的恆大高管，他們提前贖回了自己的全部理財產品，全額兌付，1分錢都不少。因為他們知道這艘船要沉了，他們逼着底下的人掏錢來補這個窟窿，但是自己卻坐着救生艇先跑了，最終留下一地雞毛，10萬個懵逼的投資者，340到400億血本無歸。當恆大商票開始大面積違約，供應商之間相互起訴，查封賬戶，凍結資產，這個時候行業裡頭管這種情況叫做水鬼遊戲，所有人都掉在水裡面了，只能夠相互拉扯，即便前面這個人試圖想要上岸，後面的人也要拼命拉住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畫面？最後整條產業鏈一起癱瘓。好了，白條這邊我們先說完了，接下來聊一聊空氣。恆大 2.4 萬億的負債裡面有7210億是合約負債，其實就是一句話，收了購房者的錢，但是房子其實沒有蓋。那這個數目有多少呢？72萬套。我們猜一下，這些購房者的預售款都去了什麼地方？其實按照規定，預售資金必須要存在銀行的監管賬戶裡頭，確保這個房子能夠如期蓋完。但是2022年年底，恆大賬戶上的受限制的現金，也就是監管賬戶裡面應該不能動的這筆錢，只有99億。99億對應7210億的交付義務，只有不到 1.4% 的比例。而剩下的7100多個億去了什麼地方？答案就是被恆大從銀行的監管賬戶裡頭抽走了。
去填利息的窟窿。所以2.4萬億的這個負債裡頭，真正的銀行借款只有1/4，有4成是白條，有3成是收了錢但是沒有蓋的空氣房。但有些觀眾可能會問，即便白條是假的，空氣房是假的，那被分走的1萬多億真金白銀加起來也只是一半呀，那剩下來的上萬億到底在什麼地方？我必須要告訴大家一個殘酷的經濟學的真相，這個世界上有一部分財富，它不是被誰偷走了，而是在物理意義上湮滅了，憑空消失了。房地產它其實是一個靠信用膨脹運轉的這個行業。那什麼是信用啊？就是預期。恆大花10個億買了一塊地，因為全社會在那幾年他們普遍相信房價永遠漲。那銀行認定這塊地價值30個億，按照30個億來放貸，憑空多出來的這20多個億是什麼呀？是建立在房價永遠漲的這個信仰之上的幻覺貨幣。一旦這個信仰崩塌的時候，當恆大再也借不到錢的那一刻，那這一塊地它有可能連5個億都不值了。而消失的這25個億去了誰的口袋呢？真相就是，其實誰的口袋也没有進，這筆錢在資產負債表上蒸發掉了。所以許家印他透支的不單單是實體的財富，它更像是一個黑洞，它吸乾了中國家庭對於未來30年的樂觀預期。而這個預期的破產才是這2.4萬億裡頭最大的，但也是最不可挽回的死賬。但即便剔除掉這些蒸發的空氣，恆大這樣一台水泵在過去15年裡頭依然抽走了天量的真金白銀。而這些硬通貨到底流向了什麼地方呢？要看懂這筆賬，我們要先看懂許家印最邪惡的商業模式。金融世界裡頭有一個非常殘酷的潛規則，你欠銀行1個億，你是銀行的孫子，銀行是大爺，你天天擔驚受怕，害怕自己會破產。但是一旦你欠銀行2萬個億，那你綁着幾百萬的購房者，幾萬家的供應商，幾百個城市的保交樓，那這樣的話，整個形勢就完全逆轉了。銀行是你的孫子，你就變成了大爺，國家都投鼠忌器。許家印在後期的這個核心商業模式，它根本不再是蓋房子，他生產的這個終極產品叫做系統性風險，造汽車、搞冰泉的飲用水、買球隊，他是故意把這個炸彈的引線纏在實體經濟的每一根血管上。我死我爛命一條我無所謂，但是我臨死以前，你想要搞死我的話，我要拉着大家一塊兒進地獄。所以你到底救不救？有了這樣一層護城河，許老板他才敢肆無忌憚的把抽來的血泵進3根隱秘的管道。第一根管道是地方政府，恆大在全國280多個城市拿地，累計繳納的土地出讓金加上各類的稅費，保守估計超過1萬個億，恆大總負債的4成以上的比例。這些錢被地方政府拿去修了路，建了地鐵，發了公務員的工資。地方政府是整條食物鏈條上最安全的一環，因為錢在土地成交的那一秒鐘就已經進了財政的口袋。恆大後來炸不炸，其實說實話跟地方政府1毛錢關係都沒有。但這個不單單只是拿錢跑路這麼簡單。過去20年，我們看到中國的城鎮化突飛猛進，地方政府有雄心，但是沒有錢。恆大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呀？是被默許的金融僱傭兵。地方政府用土地做誘餌，讓恆大去全社會借錢，把偏遠的哪怕是3線、4線城市都填滿了高樓大廈。許家印為什麼如此的肆無忌憚圈錢？因為他拿準了這樣一個底層邏輯：只要我在幫你們這些地方政府修路，幫你拉升 GDP， 你就不會，也就不可能讓我倒下。所以這1萬億它沒有消失，它變成了基礎設施。變成了什麼樣的基礎設施呢？海花島、啟東恆大、海上威尼斯，各種的文旅城，一座又一座
在人口淨流出城市裡的鬼城跟混凝土的紀念碑。2.4萬億的災難更深一層的真相，其實是這一筆錢有很大一部分被澆築成了永遠產生不了足夠經濟回報的無效資產。第二根管道是金融機構，恆大的融資成本常年超過 9%。 我們拿2020年這樣一組數據最能夠說明問題。這一年恆大的利息總支出是905個億。你可能以為大頭是銀行利息，但其實不是，銀行利息只有125個億，而剩下的780個億全是信託呀、民間借貸、高息美元債這些影子金融的利息。恆大支付905億的利息，它對應能賺多少淨利潤呢？只有314個億。也就是說，恆大每賣出100塊錢的房子，它到手的利潤6.2塊，但是光利息就要吐出17.8塊。這個完全是倒掛的，對不對？這家公司的商業模式它本身不賺錢，但是它靠什麼來活着？靠借新債還舊債，靠做假賬把窟窿填住。13年下來，恆大交給各類金融機構的利息保守估計就有6000到8000億這麼多。但是這些利息有很大一部分它並沒有出現在利潤表上，它被塞進了利息資本化這個會計科目，它變成了是資產負債表上開發中的物業這一部分。光2019年這一年資本化利息就有509億。你以為在恆大賬面上這 1.13 萬億在建房產都是磚頭水泥嗎？其實不是的，裡面有好幾千億的利息是偽裝成的房子，它不是物理世界的房子，是利息穿了一件鋼筋混凝土的馬甲而已。而第三個管道是內部員工，恆大上市以來累計分紅733億，許家印夫婦他憑着 70% 左右的股權拉走了500多個億。這500多個億是怎麼樣合法出境的？你得先理解一件事情，恆大它不是一家中國公司，它的上市主體中國恆大註冊在開曼群島，許家印是通過英属維尔京群島的殼公司控股將近 60%， 而丁玉梅通過另外一家 BVI 公司控股 6%。 境內賺的錢它沿着5層套娃一樣的離岸架構一層層往上遞，從廣東的項目公司到香港的中間公司到 BVI 的控股公司，最終流进了许家印夫婦在海外的私人賬戶。整條管道合法合規，一分錢都不用投，走的是完全正規的境外分紅的通道。而這樣一台抽水機在2017到2018年達到了巔峰的賺數，2017年分紅166個億港元，2018年逼近200億。許家印夫婦這一年的分紅就超過150億港元。而那個時候恆大賬面上已經有一顆定時炸彈在滴答作響了。但是分紅反倒越猛，因為分紅越多，留在公司體內能夠被追索的錢就越少。但是這些分紅的底子到底是什麼呢？2019年恆大虛增營業收入2139個億，佔當年營收的 50%， 而2020年更加離譜了，虛增3501個億，佔比 78%， 兩年合計5641億，中國證券史上最大規模的財務造假。我們可以做一個比較，當年轟動全球的安然造假只不過是6億美元，瑞幸咖啡區3億美元，恆大是安然公司的130倍，是瑞幸的260倍。许家印是怎麼樣做到的呢？這個事情荒唐到魔幻，房子還沒有蓋完，恆大就直接修改內部的 ERP 系統，篡改交樓時間，然後找人偽造業主來簽收。最囂張的是什麼呀？大量偽造的業主的簽字日期，他居然填在資產負債表日之後，也就差一點把我是候補的假賬這幾個字寫在臉上。而且更荒誕的細節還在後頭，為了讓這個假利潤看上去足夠真，恆大在虛增的收入上面是真的交了企業所得稅的。大家聽清楚了，許家印他是
掏了真金白銀交給國稅局，然後把稅後的假利潤以分紅的名義合法抽走。他是用真錢，用真的稅款給假利潤買了一張出境通行證，所以國稅部門他們一直沒有查出任何問題，人家確實沒有偷稅呀，稅是交的1分錢都不少。而與此同時，恆大的權益從1930億暴漲到3500個億，不是因為真的賺到了錢，而是讓信託跟影子金融假裝成股東注入資金，負債換了一個馬甲，藏進了權益裡頭。好了，我們現在回頭看看恆大這台水泵。2021年恆大全面崩潰的這一年，許家印在香港山頂布利徑的3棟豪宅合計市值超過25億港元，他們被全部密集的抵押給了歐力士跟建設銀行，套出現金。3棟豪宅3筆抵押，同一年完成，這個不是經營困難周轉資金，這是有組織的資產液化，也就是要趕在政府的追索令到來之前，把不動產變成是可以搬走的錢。15年時間裡面，它蹦出來的東西有一半它根本不是水，5641億的假賬，2057億的白條，幾千億的利息偽裝的資產，這些數字它從來不曾真實的存在過。而那些真金白銀呢，1萬億的土地出讓金，6000到8000億的這個利息，500多個億的分紅，全被產業鏈條上游的人跟許氏家族的人給分走了。水泵停的那一天，上游安全離場，下游呢72萬套爛尾房，1萬億供應上的白條，10萬恆大財富投資者，340億血本無歸。下游這些他們不是接盤俠而已，他們就是耗材，他們就是燃料。但是要記住，一台水泵它不可能獨自運轉15年，而這麼大的盤子，這麼大的局面，許家印許老板他一個人也操作不了。現在全網都在痛罵許家印，罵得好，但是我們罵完之後，如果覺得壞人就只有許老板一個人，那我們其實就只看到了水面上最顯眼的這個東西。試想一下，一個負債 2.4 萬億虛增收入5641億的超級騙局，你得需要什麼呀？一個會造假的人不夠，你需要一群中國最聰明的大佬，用最高級的專業技能幫你把這樣一台水泵打造成是一台精密的收割機器。我們先說一下普華永道，全球4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給恆大做了14年的審計，他們收了 2.7 個億的審計費。你以為 2.7 億買的是專業的查賬技術嗎？其實不是，他買的就是全球4大這樣一塊貞節牌坊。只要錢管夠，這個牌坊隨便用。14年的時間， PwC 連年出具標準的無保留意見，翻譯成人話就是我仔細查過他們的賬，賬目是乾淨的，你們放心，沒問題。但實際上呢，政府的監管部門進場一查，88%的審計工作底稿跟事實完全對不上。恆大在審計過程當中主動替換掉了37個現場檢查的樣本，而被替換的37個裡面32個都存在虛假收入。恆大內部凡是標注了不讓去的項目，普華永道他就真的不去，非常乖，非常听話。所以14年過去了，5641個億 PwC 他一個屁都沒有查出來。2024年普華永道被罰款 4.41 個億，暫停業務6個月，廣州分所直接被撤銷掉了。但是大家可以算一算這筆賬， PwC 他幫恆大掩蓋了14年，他遮住的是5641億虛增的收入，500多億分紅的外流。4.41個億的罰款，這到底是罰款呢，還是抽成呢？我們再說說他的 CEO 夏海軍，恆大前總裁，
許家印最信任的人，13年累計收入 18.55 億，每一天的收入就有77萬。2021年恆大流動性全面崩潰，夏海軍的年薪還是2個億，公司都快要死掉了，他的工資是1分錢都沒少。這一筆付給 CEO 的巨款，它已經不再是普通的薪酬包，不是業績獎勵，而是風險買斷費。你不要跑啊，你不要亂說話呀，你先幫我撐住這個局面，錢我管夠。而且夏海軍說實話早就對一切心知肚明。2021年8月，恆大正式違約前1個月，他非常精準地按下了自己的彈射逃生的按鈕，他拋售恆大物業跟恆大汽車的股票，套現將近1個億。而更精彩的地方在於，夏海軍早在2013年就已經開始了資產隔離。當時他將2011年與妻子何坤聯名購買的加州爾灣的房產全部轉到了自己老婆一個人的名下。而到了2023年，隨着恆大出事，夏海軍又和許家印用了同一套的技術性離婚的劇本。他與妻子何坤是辦理了離婚手續，試圖以此徹底保住女方名下總價2400萬美元的房產、豪車與信託基金。還有恆大的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1500萬的年薪，他買的不是這個人的研究能力，而是一塊學術招牌，是封口費加上迷幻藥。恆大研究院在這個人的帶領下，持續產出了看多房地產的研究報告，新周期來了，城鎮用地還有擴張空間啦，等等等等。而這樣一些學術研究報告被恆大的銷售團隊直接拿來當成是營銷材料用。您看，連我們的首席經濟學家都說要漲漲漲，您還不趕緊買買買嗎？任澤平後來自己辯護說，曾經當面建言要降負債，但是他一方面拿着1000萬年薪，一邊說要降槓桿，轉身卻對着全社會說新周期來了，大家趕快衝衝衝！一邊數着黑心錢，一邊毫無廉恥的欺騙散戶。但如果您只是把這些人當作是貪婪的個體來痛罵一頓的話，您依然是在表面上打轉。這些絕頂聰明的人，他們難道看不出恆大是一輛衝向懸崖的列車嗎？他們當然看得出來，但是在恆大的公司治理結構裡面，藏着一個叫做道德風險的東西。收益跟風險是完全不對稱的，槓桿加得越大，公司規模膨脹得越快，這些高管當年能夠分到的現金獎勵就越高。而至於3年5年之後，公司會不會因為還不上錢而爆炸而崩盤，說實話，這個已經不關他們的事了，因為當年的獎金已經落袋為安了。賭贏了，夏海軍跟任澤平這些人，他們拿走10幾個億；賭輸了，窟窿是公司的，債務是全社會的，兜底的是國家。那這個就是為什麼獨立董事形同虛設，薪酬委員會淪為橡皮圖章，1000萬年薪的經濟學家集體失明，不是因為他們蠢，而是這樣一套遊戲從一開始就把收益私有化了，而把風險變成了是全社會來公攤。對於這些人來說，不滿槓桿往死裡撈錢才是真的不夠理性。而這個也就引出了恆大在財務上真正的死因，也是這樣一群精英心知肚明但卻也絕口不提的陽謀，極限錯配。普通人以為許家印在全國瘋狂的買地，其實不然，他是在向未來借時間。他怎麼借的？是靠一個巨大的錯配。恆大賬上趴着海量的根本賣不出去的3線4線城市的土地，而這些都是超低流動性的長期資產。但是買這些土地的錢是什麼呀？是供應商半年到期的商票，是老百姓1年到期的理財產品，而利率 10% 以上，是需要瘋狂滾動的短期美元債。許老闆拿最短的錢去買最長的資產，最貴的錢
買最爛的資產。在金融學的層面來看，這個就是一個必死之局。那些100萬年薪的投行精英，1000萬年薪的 CFO， 他們難道不懂嗎？這幫精英他比誰都懂，但是為什麼還要閉着眼睛猛踩油門呢？因為只要這台機器的規模足夠大，轉速足夠快，當期的現金流它就不會斷，而這個幻夢還可以繼續做，而高管們的獎金依然可以按照當期及時發放。所以這些人他們是在用2026年的大崩潰給2019年的自己發年終獎。而在這樣一條同謀鏈條的最頂端，是那些國際知名的大投行高盛、瑞銀、摩根大通。2017年到2020年，恒大美元債的联席承銷商 8% 到 9% 的平均利率，在專業市場上意味着什麼？其實他們這些人心裡跟明鏡似的，這家公司隨時可能違約，隨時可能崩盤，但是那又怎麼樣呢？他們的佣金到手了，債賣出去了，至於後面炸不炸雷，又關他們什麼事呢？所以恒大炸雷從來都不是許家印他一個人的事兒，也不是許老板他一個人按下的按鈕，它是一個精英搭建的收割系統。許家印他出野心跟權力，夏海軍出執行力，普華永道出合法性的排放，任澤平出學術的背書，投行出融資的管道，每一個人各取所需，每一個人也都賺得盆滿缽滿。而區別就一個，許家印進了監獄，其他人安全着陸了。好了，許家印為什麼要認罪呢？很多人可能覺得，既然證據確鑿，認不認都一樣，所以不如乾脆就認罪算了。但是你必須要知道，人家許老板是賭徒的性格，他骨子裡頭根本不是一個會乖乖認輸的人。2023年9月，許家印接到通知去開保交樓會議，他走進大樓的時候，秘書跟保鏢被攔在門外面，金針小組在會議室已經等着他了。據報道，他當時大喊了一聲：“你們想幹嘛？”然後掙脫束縛，向督導組的領導猛撲過去，但是當場被死死地按在地上，被制服了。恆大管理層有42個人被起訴，許老板他是唯一一個敢於暴力反抗的。所以問題來了，一個半年前還要跟警察玩命的賭徒，他怎麼會站在被告席上，突然就面無表情、無比配合地吐出了認罪悔罪這4個字呢？許家印在法庭上幹了一件事情，他把所有的決策責任全都攬到了自己頭上。5641億的假賬是我拍板的，違法運用資金是我決定的，所有的高管都只不過是執行我的命令。在刑法的實務裡頭，這個叫做構建決策的孤島。許家印許老板他要證明一件事情，就是一切違法行為都出自我一個人之手，其他人不知情。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所有的罪行都鎖死在他一個人身上，那麼他的前妻丁玉梅跟长子許志健在法律上就不是共犯，而是完全不知情的被動受益者。我們在理解許老板這樣一套策略之前，要先看一看許家印的逃生通道。2016年巴拿馬文件洩露，這個數據庫裡頭赫然出現了許家印的名字，他就通過業界臭名昭著的一個律所，在 BVI 設立了一家離岸公司，比起這23億美元的家族信託，整整早了9年，所以他根本不是一個倉皇逃命的過程，這是10幾年以前就埋好的暗線。許家印他甚至更早以前就嘗試過一次實體資產的外逃。2014年，他花了3900萬澳元在悉尼買了一棟頂級海景豪宅，有6間臥房、8間浴室、6個車庫，坐擁悉尼港的絕版海景。但是結果翻了車。2015年，澳大利亞財政部長簽發命令，認定這樣一筆交易違反外國投資法，限他90天之內出售。許家印最終把房子平價轉手給了一個叫做王麗的澳籍華裔的女商人，但是至今沒有人知道這個商人到底是誰。
逃生通道的第一次預演是以失敗告終了。但是許老板他的反應不是收手，只不過換了一條更加隱蔽的通道。所以當這個暴雷真正來臨的時候，丁玉梅的操作他就不是倉皇逃命，而是按照預案來執行。2022年恆大暴雷一整年以後，許家印跟丁玉梅辦了離婚手續。香港法院的判決書上白紙黑字寫着，這個離婚缺乏真實情感破裂的基礎，連香港的法官都能看出是假離婚。但是人家不管呀，離婚之後，丁玉梅拿着加拿大的護照去了英國。接下來的操作可以說是對於所有債權人的公開嘲諷。2020年暴雷前夕，他花 2.05 億英鎊在倫敦騎士橋買了一棟7層的超級豪宅，45間臥室，打破了英國的成交記錄。而更絕的是什麼呀？到了2022年9月份，恆大違約已經9個月了，債權人哀鴻遍野。這個時候他又花了4980萬英鎊，這個大手筆，一口氣買了33套豪華公寓。恆大的債主一分錢都拿不到，但是丁玉梅在倫敦瘋狂 shopping。他的銀行賬戶散布在4個國家，合計 2.2 億美元，而目前被香港法院凍結。凍結前的賬單顯示，他半年就花掉了400萬美元，每個月的平均開支35萬英鎊。凍結之後，英國法院大發慈悲，允許他每個月支取2萬英鎊用於基本生活費，每個月折合20萬人民幣的基本生活。這點錢肯定不夠人家花呀，所以丁玉梅現在申請要把每一個月的基本生活費上調到10萬英鎊，也就是100萬人民幣。但是凍結資產跟追回是兩碼事，凍結只不過是按了一個暫停鍵，但是真的要拿回來，就要打一場可能持續10幾年的跨國法律拉鋸戰。而且這裡還有一塊更硬的骨頭要啃，23億美元的特拉華州家族信託。這個信託是2019年許老板設立的，受益人是2個兒子，而且信託條款的設計頗有深意。長子許志健他只可以領取收益，他動不了本金，本金要留給誰？要留給孫輩。許老板這個是完全在按照洛克菲勒家族的模板做代際傳承的規劃。他規劃的不是自己的餘生，而是一個橫跨3代人的許家王朝。家族信託意味着這樣一筆錢在法律上已經不屬於許家印了，理論上來說它是不能夠碰的。但是2025年9月份，香港法院說我們已經擊穿了這個家族信託，理由是什麼呀？清盤人截獲了一份叫做意願書的關鍵文件，證明了受託人在每一筆重大交易以前都要聽許家印或者他私人助理的非正式指令。信託的錢甚至直接被拿去支付許家印私人飛機的維護費用跟家人的奢侈品賬單，所以名義上不可撤銷，但實際上還是他一個人說了算。聽上去這個家族信託已經被擊穿了，對不對？但是實際上沒有那麼簡單，這裡面有一個法律上的核心衝突。香港法院說信託無效，但是信託是設在美国的特拉華州，而特拉華這個州是全球資產保護的天堂。這個州有一部法律叫做受託資產合格處分法，它的關鍵條款是什麼呀？債權人對於欺詐性轉移的追訴期只有4年時間。信託是2019年設立的，到2026年審判的時候，4年的追訴期早就已經過去了。而且美國法院有一個傳了100多年的傳統，就是不執行外國的懲罰性的判決，法學上叫做刑法进行原則。你拿着中國法院的刑事沒收令飞到特拉華，當地的法官會非常客氣地告訴你，這是貴國的刑法，我們美國不執行。香港法院擊穿信託靠的是令我原則，也就是許家印他保留了太多的控制權，所以這個信託其實是他的另外一個小金庫。但是特拉華州的法律偏偏就允許委託人保留投資建議權和部分分配權，
而不影響信託的獨立性。所以最麻煩的就是两套法律體系對於同一件事情的定性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現在這個情況就是這個樣子的。丁玉梅拿加拿大護照住在英國，每個月幾萬英鎊的生活費， 2.2 億美元雖然被凍結，但是凍結不是沒收，這樣一棟2億英鎊的倫敦豪宅跟地產它還在。長子許志健清華大學畢業，加拿大永居卡。那這個人在恆大體系裡頭並不只是一個掛名的公子哥，他是身兼集團副總裁、園林集團的董事長、力拓公司的董事長、物業集团董事長4大職務。通訊地址登記在香港山頂的布利徑11號。這是一棟通過 BVI 殼公司持有的市值10億港幣的豪宅，但是他非常精準的在暴雷之前全身而退，從所有職務上都消失了，人也消失掉了。23億美元信託的受益人法律上跟恆大的經營沒有任何直接關聯，所以這個長子是許家印認罪策略裡頭保護優先級最高的這個人。次子許騰赫，哈佛大學畢業，恆大財富的實際操盤手。2018年，他通過一家 BVI 殼公司在洛杉磯比弗利山莊買了一棟1750萬美元的豪宅，5居室、10個浴室、私人電影院、地下酒吧一應俱全。2021年暴雷前夕，他主動虧損了500萬美元，以1250萬賤賣。他不是賣不起高價，而是要趕在追索令到來之前，把所有的不動產都變成可以流動的现金。虧區區500萬美元不是失算，而是逃命的代價。2023年，他是先於父親被帶走調查。次子許騰赫或許是許氏家族裡面唯一的一個陪葬者。丁玉梅，他甚至在香港的法院起訴了自己的親兒子，他追討折合10億港幣的貸款。這樣一筆債被拆成了2筆，5億港元本金加4500萬的利息，3000萬美元的本金加270萬美元的利息，连帶每天18萬港幣的逾期利息都算得清清楚楚。一個母親起訴自己的親兒子，精確到每日的利息，越是精確越是荒誕，越是荒誕就越像是一份律師精心起草的資產搬運的合同。其實跟假離婚是一個套路，假訴訟把資產從一個口袋合法的轉移到另外一個口袋。而且這裡還有一顆至今沒有人能夠看懂的暗棋。2025年3月，丁玉梅向香港法院申請不公開審理，理由是保護2名未成年子女。這裡有一個問題，丁玉梅1957年出生，未成年子女意味着2007年之後才出生，而她當時已經50歲了。這2個未成年人到底是誰的小孩？法院拒絕了他的申請，但是這2個未成年人的身份至今成謎。假離婚、假訴訟、身份不明的小孩，許氏家族的每一步操作都像是律師團隊預先演練過的非常精準的布局。而許家印本人呢，他在國內認罪乾乾淨淨、徹徹底底，換來的大概率會是一個無期徒刑，這個是他主動交出去的籌碼。但是香港法院要求他以宣誓書的形式披露名下所有超過5萬港元的全球資產，總額大概77億美金。但是人家許老板怕是不是共產黨，硬是咬緊牙關，一個字兒都沒有交代。認罪歸認罪，海外的錢在哪兒，一個字都不說。已經吞進去的想讓人家許老板再吐出來，門兒都沒有。局部認罪，全局保持缄默，用後半輩子的自由來換取許氏家族財富在離岸架構裡頭的代際生存。所以這不是認輸，這是許老板一個賭了一輩子的人打出的最後一張牌。你可以罵許家印他沒有底線，但是他真正可怕的地方在於，他用最頂尖的律師跟會計師的團隊，把極其下作的掠奪包裝成了符合現代商業文明的合法操作。什麼叫做有限責任？說白了就是
收益由家族私有化，風險全社會無限連帶。許家印只不過是把這樣一條規則執行到了極致。恆大這個案件的一審終結，擇期宣判，但是許家印的宣判不是這樣一場 2.4 萬億災難的終結，它是宏觀層面拆彈的起點。2.4 萬億的窟窿到底怎麼樣去填？現實世界裡面沒有魔法，地方城投公司或許會被迫接盤爛尾樓，4大資產管理公司會吞下銀行的壞賬，央行會提供流動性的支持。保交樓的專項借款從哪裡來？要發行地方債，要向國有銀行來借。金融學上把這個叫做私人債務的公共化。許家印個人破產了，但是這 2.4 萬億的窟窿，這個代價沒有消失。清盤人花了2年的時間，只不過回收了20億港元，債權人申報的總額是3500億，100塊錢的債只追回6毛錢。而丁玉梅的 2.2 億美元分別藏在加拿大皇家銀行、新加坡瑞士寶盛、直布羅陀瑞士銀行、河西的巴克萊銀行，4個國家4套不同的法律體系，每一個都要單獨打一場非常複雜的跨境訴訟。沒有對比就沒有絕望。當年震驚全國的一珠寶涉案762個億，追了10年，追回了 40%。 安邦保險 1.5 萬億的窟窿，國家注資接管 100% 兜底。但恆大是 2.4 萬億，是一珠寶體量的將近50倍，清盤2年，追回率不到 0.6%。 這個無底洞大到國家都只能夠保住最底線的保交樓，而剩下的被迫要買理財產品的員工、供應商、離岸債權人，他們注定了在未來漫長的歲月裡頭要慢慢消化，要慢慢吞噬這些苦果。這 2.4 萬億將來要怎麼樣是你放在銀行裡頭越來越薄的存款利息，是你所在的城市為了接盤爛尾樓而停建的這條地鐵線路，是你每天起早貪黑還30年房貸。全網都在慶祝許家印被判刑，但人家許老闆在高牆內的鐵架床上，或許這一刻比你我都睡得更加安穩，因為這盤棋他算到了最後一步。而你我還在高牆外的爛尾樓裡面用後半生替他買單。我是艾森，感謝您收看今天的視頻，我們下期節目再見，謝謝大家。